我是个16精，16吗？自然是多子多福。但是我救命恩人的家族竟然子嗣单薄，几代下来竟然只有一根独苗苗，我绝对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。所以我决定去报答我恩人，我要给他生孩子。然而一觉醒来，陌生的男人盯着我，眼神晦涩古怪。女人，你来睡我爹的啊！我惊恐地看着床上的陌生男人，吓得直接从床上摔了下去，16屁股都摔成4瓣了。他是谁呀？我要找的不是君凤山吗？这人是谁？床上的男人被我吵醒了，慢悠悠地坐起身来，露出了非常完美的身材。只可惜我无心观赏。你是谁？你把君凤山弄哪里去了？我气势汹汹地站起身来，质问他。这里明明是君凤山的房间，这男人怎么进来的？谁料男人恼羞成怒地扫了我一眼，直接扔了一张毯子过来。女人，将衣服穿好。我这才想起来，我还没穿衣服。你倒是和那些女人不一样。男人打量着我，眼神里带着探究。不一样？那肯定不一样。我可是16精，我们16精可没有什么羞耻心的。而且我刚化形，哪里懂得什么羞耻？你是他安排过来的人吧？这次倒还有眼光。男人自言自语，竟说些我听不懂的话。我有些着急，直接开始在房间里寻找。君凤山呢？你把他弄哪儿去了？他可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要给他生孩子的。我翻遍了房间的每个角落，可是都没看见君凤山。于是我将目光放在了男人身上的被子。你是不是把他藏在这里了？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掀开了被子，可被子下只有那男人一个人，根本就没有君凤山。而且我还看到了一个丑东西。哦吼，真丑！我忍不住嘟囔道。人类和我们16一族一点都不一样。我完全没有注意到男人眼中的羞愤与怒火。下一秒，一阵天旋地转，男人就将我压在了身下，咬牙切齿。女人，你在惹火！我瞪大了眼睛。惹火？哪里着火了？我疑惑地看向四周，也没着火呀。我管不了这么多了，当务之急就是要找到君凤山。你起来！我一把推开男人。只是我没想到他竟然那么弱，我轻轻一推，他就倒了下去。果然，人类太弱了。女人，你竟然敢推我！他怒气冲冲地将被子裹在身上，又气又羞。我只是轻轻动了动，是你太弱了。我一脸认真地向他解释。我弱？男人不可置信地瞪大眼睛，似乎不敢相信竟然会有人说他弱。但是没过多久，他又冷笑一声。女人，这就是你勾引我的手段？勾引？我没有啊，我们16精根本不需要勾引，每到繁殖期，我们身上就会结出种子，自己繁殖。要不是为了给救命恩人生孩子，说不定我现在就结很多小石榴子了。哼！女人，你不要口是心非。他仿佛认定我就是来勾引他的，一脸不屑。女人，我容许你做我的女人。接着，他突然起身，霸道地抬起我的下颌，邪魅一笑。我困惑地抬起头来，做你的女人？那可不行，我可是要给君凤山生孩子的。不行，我拒绝了他。可是他似乎很生气，死死地攥着我的手腕。你已经是我君傲天的女人了，你不做我的女人，你想做谁的？君傲天眼睛里冒着火星，生气地质问。当然是做君凤山的女人。我来可是给他生孩子的。说到这，我非常骄傲地挺起了我的小胸脯。我们16一族可是很讲究知恩图报的，而且我们很能生，肯定能一胎好多载。到时候我救命恩人的家族一定会子嗣兴旺，我也算不辱使命了。话音刚落，我就看见君傲天不可置信地瞪大了眼睛。女人，你来睡我爹的？他爹？君凤山是他爹？你是君凤山那根独苗苗？我一脸错愕，有什么东西仿佛从我脸上裂开了。我怎么能睡了？我救命恩人的儿子，我可是要给恩人生孩子的呀！女人，我君傲天风流倜傥，玉树临风，俊美如斯，乃是人中之龙中的人中之龙。你竟然看不上我，反而看上我家那糟老头子！君傲天气得咬牙切齿，一把握住我的肩膀，质问道：人中之龙？他人中上有龙吗？我好奇地比划了一下，慢吞吞道：你才不是人中之龙，你人中上根本没龙，况且他一个弱不禁风的人类，怎么可能是龙那种高贵的生物？我看见君傲天面色涨红，捂着胸口，气得说不出话来。这下子我更加好奇了。我也没说错什么呀，他的确不是人中之龙。哎，你太弱了。我摇了摇头，转身准备离开。我还要去找君凤山呢。女人，你休想逃！我刚准备开门离开，就感觉身后传来一股蛮力，紧接着我便来了个360度大旋转，脑袋上都冒出了小星星，晕乎乎的。君傲天将我抵在墙上，深邃的眼眸带着3分讥笑，3分凉薄，4分愤怒。女人，我承认你吸引到我了。既然你已经是我的女人了，那就要永远留在我身边。说完，君傲天非常霸气地咬住了我的唇。我一时间怔住了，没有推开他。但是他真的好差劲啊，都把我的嘴唇给咬肿了。我忍不住暗自吐槽：该死，女人，你竟然如此甜美，让我欲罢不能。君傲天突然邪魅一笑，扣着我的下巴，
又吻了上去。这下子我反应过来了，一巴掌就扇了过去。居傲天直接被我扇飞了出去。女人，你打我！他捂着被我扇过的半张脸，趴在地上，一脸不可置信。我收回了手，一脸认真。我要给君凤山生孩子的，你不行。闻言，君傲天脸上的表情变得扭曲起来，甚至还夹杂着几分不忿。Shift， 女人，我到底哪里比不上那个男人？他爹已经年过半百，要身材没身材，要钱还没他有钱。他看中他什么了？看中他老，图他年纪大。因为他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是来报恩的。我认真道，你为了报恩就要给他生孩子？君傲天直接怒吼了出来。可不是吗？我们16金一族报恩，当然是生孩子啦。女人，我不允许，你是我的女，我嫌弃他太聒噪。还没等他说完，直接将他敲晕了。果然，世界顿时安静了。我拍了拍手，准备去找我的恩人。刚走出房间，我就看见门口站着2个男人，一个满脸错愕，一个满脸欣慰。这可是少爷第一个带回家的女人。满脸错愕的是我的恩人君凤山，满脸欣慰的则是管家。恩人，我眼睛一亮，高兴的直接扑了上去。谁知恩人一躲，我硬生生摔了个狗吃屎。我泪眼婆娑的盯着君凤山。恩人怎么不认识他了？以前他可是天天都会摸他的小脑袋的。这位小姐，请你自重。君凤山很是尴尬的扯了扯自己的衣服。我顿时委屈的撇了撇嘴。恩人，你真的不记得我了吗？我是小石榴啊！我满怀期待地望着君凤山，迫切希望他能够想起我。谁知这一幕恰巧被刚刚醒来的君傲天看得清清楚楚。他赤红着眼，看我的眼神仿佛是在捉奸一般。女人，你只能是我的。他一个老头子能给你什么？老头子本人。君凤山将手抵在嘴巴上，不自在地咳了咳，眼神在我和君傲天身上来回徘徊。你们这……还没等君凤山说完，我就打断了他的话，一脸认真严肃。我才不是你的女人，我来是给恩人生孩子的。说完，我的手指向了君凤山。忽然被 Q 的君凤山剧烈地咳嗽了几下，差点没站稳。这位小姐，你可别污蔑我，我可没让你给我生孩子。君凤山立马退到几米开外，避我如蛇蝎。女人，你是我的人，我不允许你心底惦记着其他男人。要生孩子也只能给我生。君傲天一个跨步来了个360度转圈圈，转而搂住我的腰，霸道地宣告。可是我不想，我只想生恩人的孩子，我内心10000个不情愿。我都说得那么清楚了，他怎么还不明白？而且他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啊？一个劲地喊我女人。人类都是这样称呼别人的吗？好气哦！君傲天气急败坏地瞪了我恩人一眼，我一把他推开，坚定不移地挡在恩人面前，不许凶我的恩人。女人，你！君傲天又气又恼，竟然急火攻心，直接晕了过去。可是他昏迷了，还不忘抓着我的手，搞得我都不能去找我的恩人了。我很气愤，哀怨地盯着昏迷的他。女人，你还是在意我的。终于等到他醒来了，想不到开口第一句话还是如此霸道。我皱了皱眉，不打算和他计较，松开我的手。要不是妖精不能杀生，再加上他是恩人的儿子，我早就动手了。女人，我不松，你生生世世都是我的人，你哪里都别想逃。君傲天死死拽着我的手腕，锐利的双眸仿佛能喷出火来。我嘴角抽了抽，一个巴掌又招呼了过去。你别想了，我只给恩人生孩子，而且生完孩子我就走了。谁知他听完这句话后更加愤怒。女人，我的清白已经被你毁了，你竟然还想逃走？说不定你肚子里现在已经揣上我的重了。乖乖待在我身边，做君家的少夫人。我突然想起来，我们16一族繁衍能力最强，说不定我现在真有他的崽了。不行，我要打掉肚子里的孩子。我猛地站起身来，一脸惊恐。君傲天错愕了半晌，试探性地看向我的肚子。你肚子里有我君傲天的重了。我十分肯定地点了点头。16一族的繁衍能力，谁敢质疑？君傲天猛地跳起来，目光灼灼地盯着我的肚子，脸上是出为人父的喜悦。哈哈，我君傲天终于要当父亲了。我翻了个白眼，我可没说要留下他，我可是要给恩人生孩子的，这孩子留不得。谁知原本紧闭的房门突然被打开，2个人踉踉跄跄地跌了进来，目光不约而同地落在了我尚且平坦的腹部。这可是我第一个乖孙孙啊，这可是少爷的第一个孩子啊！2道声音同时响起，都带着喜悦与激动。我皱了皱眉毛，他们是在质疑我的繁衍能力吗？不是一个。于是在众人惊诧的目光下，我摇了摇头，缓缓伸出一只手。五个。恩人颤抖着声音问道。不是，至少500个，我们16一次至少可以结500颗子嗣嘛，自然肯定也是那么多。500个子嗣，算算也够让恩人家香火旺盛了。我可真是个大聪明。我很得意地看向了我的恩人，谁知他却突然跑到君傲天身边和他窃窃私语。这姑娘脑子没问题吧？她可是我君傲天看上的女人，脑子那可是绝顶的聪明。
可那500个孩子，父子俩不约而同地看向了我，我顿时感觉自己16经的尊严被挑衅了。不行，我得证明给他们看，你们就等着，等到时候我给你们生500个子嗣出来，我信誓旦旦地向2人保证。于是乎，我便在君家住了下来。只是让我伤心的是，恩人一点都不记得我了。恩人，难道你不记得大明湖畔的小石榴了吗？我眼泪汪汪地瞧着恩人，那泪水都可以把西湖给淹了，可恩人还是无动于衷。我顿时如泄了气的气球，缩成一团。女人，不要招蜂引蝶！君傲天霸道地将我搂进他的怀里，不肯让我见我的恩人。我翻了个白眼，招什么蜂，引什么蝶？我明明是光明正大的和恩人讲话。像恩人那样的人，怎么会生出来君傲天这样脑子不太正常的人？一定是基因变异了。想到这，我突然站起身来，一脸惊恐。我肚子里的孩子不会遗传他爹不太正常的智商吧？女人，你在质疑我的优质基因？君傲天倒是对自己非常有信心，可那又如何？反正我不信。他的种种行为都让我觉得他不是一个正常的人，所以他的基因肯定也不咋样。女人，以后不许再和我说话的时候想着别人。君傲天对我的走神很是愤怒，扳过我的脸就狠狠亲了下去。不要啊！我嫌弃的一把推开他。本来基因就不好，再被他亲，我脑子估计也要不好使了。而且他竟然还伸舌头吃我的口水，好恶心！我没忍住，当着他的面就干呕了起来。女人，你竟然那么快就孕吐了！君傲天诧异地盯着我的肚子，有些疑惑地问道。显然，这已经超出了他的认知范畴。怀孕至少要1个月才有反应，恩人是懂这方面知识的。顿时我的眼里冒满了小星星。恩人真厉害，真不知道崽儿他爹怎么生出来的，真是半点没遗传恩人的智商。我顿时又泪眼汪汪。恩人，难道你真的不记得我了吗？以前你可是天天给我浇水施肥，还说让我快快长大，如今他长大了，恩人竟然不记得他了，真白瞎了他给恩人家的福气。嗨嗨，姑娘，你是不是认错了？我可没救过什么你这样的姑娘，我很伤心。不过才几十年，恩人竟然一点都不记得我了，当初他的模样我可是记得清清楚楚。我绝对不会认错人。见我黯然神伤，君傲天难得没喊我女人，只是拉着我就往外走，美其名曰带我去胎教。只是我看着满满一墙君傲天的图片，一种油腻感顿时而生。女人，我君傲天未来的孩子一定要在父爱的包围下快乐成长。这些照片就是我对他爱的证明。君傲天张开双臂，激情飞扬，痛的星子都喷了我一脸。我顿时忍无可忍，一拳打了过去。滚犊子，他也不怕油腻到我崽。我安抚地摸了摸我的肚子，崽呀，别听你蠢爹的，只要我在一天，我就绝对不会让我崽遗传到任何关于君傲天的油腻属性。我在君家开启了养胎生活，不得不说，恩人家的伙食真是嘎嘎棒。1个月下去，我肚子没胖，脸倒是圆润了几圈。你是不是不行啊？这都1个月过去了，我也没感觉到肚子里有崽呀！我忍不住埋怨起来君傲天。谁不知道我们16一族繁衍能力最强，只要播种，我就肯定能怀孕，所以肯定不是我的问题。君傲天坐在沙发上，俊美到无可挑剔的面容隐隐藏着一抹寒意。哼，女人，你这是在质疑我的能力？我非常肯定地点了点头。女人，你真是大胆，居然敢质疑我君傲天的能力。我告诉你，我君傲天非常行。君傲天仿佛对这件事情非常介意，一把将我压在身下，狭长的眼眸满是怒火，一字一句咬牙切齿道。我的眼中顿时被同情取代。听说人类说不要就是要，那么行肯定就是不行，真是难为他了，不行还要硬撑行，那么要面子做甚？君傲天，不要怕，总有治好的一天。我同情地拍了拍他的肩膀，又有些失落地摸了摸肚子。看来我的娃注定是没有了。女人，很好，你成功地激怒我了。君傲天的脸简直比煤炭还要黑。他松开我，嘴角露出一个似笑非笑的笑容，然后开始慢条斯理地解衬衣扣子。你在做什么？君傲天凑近了几分，指尖有些轻佻地扣住我的下巴，薄唇近到快要贴到脸颊。女人，你这是在对我玩欲擒故纵吗？很好，我承认，你成功了，我忍无可忍，无需再忍。我一个大嘴巴子直接呼了过去，非常体贴地给他做了个温柔按摩。相信我，超温柔的。女人，打是亲，骂是爱，你居然如此爱我！君傲天颤颤巍巍地从地上站起来，一只手捂着肿起的脸颊，流出了幸福的泪水。我君傲天何德何能，竟然能让你如此倾心以待？我要以身相许。话音刚落，他嘤嘤地冲了过来，不管3七21，就要摁着我亲。我满心拒绝，嫌恶地推开他，用魔法打败魔法。哼，男人，谁给你的勇气靠近我？我一个反手直接扣住他的下巴，将他壁咚在沙发上，红唇缓缓凑近。君傲天顿时僵住，随后紧紧闭上眼睛，一副任我蹂躏的表情。还是算了吧，这张脸让我下不去嘴。
君傲天，我觉得你可能有问题，我决定不给你生孩子了。我摸了摸平坦的腹部，有一点点忧伤的叹了口气。本来想给恩人生孩子的，可是睡错人了。而且恩人的孩子居然不行，根本不能让他孕育子嗣。恩人家的香火终究是败在我手上了。我愤愤地捏紧了拳头，悲伤之意溢于言表。好好的一个人，你说说怎么就不行呢？女人，你不要得寸进尺。君傲天一张俊脸顿时黑得不成样子。我的孩子只能由你肚子里生出来，以后他就是我军氏集团的唯一继承人。我非常坚定地摇了摇头，不行，你根本没办法让我怀孕，我可是个16精，怎么能要一个不能让我怀孕的男人？要是让我姥姥祖宗知道了，不把我逐出16族才怪。女人，你说谁不能让你怀孕？君傲天气得面色涨红，一副受了莫大羞耻的模样。我忽然意识到我说错话了，说一个男人不能怀孕是对他最大的羞辱。我沉默了，落在他眼中就是承认。女人，我能生，准保你一胎5、6、7、8宝。君傲天咬牙切齿的一把扣住我的下巴，直接堵了上来。我顿时瞪大了眼睛，只觉得脑袋晕晕乎乎，跟着他就跌了下去。眼前一片朦胧，耳边只有咬牙切齿的声音。女人，我能生。第二天，我罕见的没从床上起来，呆滞地盯着洁白的天花板，默默在心底数起了16字：1颗16字，2颗16字，3颗16字，4颗16字。啊，要疯了！我怎么又和恩人的儿子躺在一起了？而且这一次明显和第一次感觉不一样。女人，你是对我不满意吗？身后传来君傲天不满的嗓音。他一把将我拉进怀里，狠狠在我唇上咬了一口，声音又羞又囧。那天我还以为我们真的，他说到半截就不肯说了。我顿时被他引起了兴趣。那天怎么了吗？他话怎么说到半截？真是的，他连说了几个你就不肯再说话了，只是将手搭在着我的腹部，说不定1个月后你就能给我生孩子了。我顿住，心底顿生怜悯。他现在竟然还在自欺欺人。我们16精可是要传授花粉才能孕育子嗣，上次他和他躺在一张床上都没有孕育成功，这一次又怎么可能？罢了，他终究是恩人的孩子，总不好伤了他的自尊心。只是可惜恩人了。说来也怪，自从上次和君傲天躺在一张床上后，我竟然看见了恩人身后霞光遍布，那可是子嗣昌盛兴旺的运道。我揉了揉眼睛，试图看清楚，可恩人身后确确实实是那运道。难道我猜错了？其实君傲天能生孩子？我心底很疑惑，可他明明不行啊，真奇怪。1个月后，我就开始上吐下泻，吐得昏天暗地。君傲天，快救我！我要死了！我病恹恹地趴在马桶边上，虚弱到脸煞白。君傲天很慌乱，见我吐个不停，直接给我塞了个柠檬。女人，快吃个柠檬呀！于是我边吃边吐，君傲天也傻乎乎的在一旁陪我边吃边吐，直到恩人回来了。他使劲敲着君傲天的脑袋，边打边骂：老子怎么生了你这么个傻成？我就在一旁听着君傲天挨骂，傻呵呵的笑着。我就说君傲天智商不行，这次可是连恩人都承认了的。只是到了医院后，我才知道原来我不是要死了，而是怀孕了。我居然怀孕了！我不可置信看向君傲天，开始疑虑我肚子里的孩子是不是他的。难道我什么时候和别的小妖精来了隔空授粉，或者我出轨了别的小妖精？哈哈哈哈！我君傲天终于要当爹了。林秘书，快去买下全城的大屏幕，我要昭告这个好消息。君傲天笑得合不拢嘴，目光一直在我的肚子上来回打转，像个傻子一样。女人，我就说我行。见他这副模样，我突然脸眸深思，以我们2个人的智商，真的不会把孩子的智商拉得更低吗？虽然我比君傲天更聪明一点，自从我怀孕后，君傲天什么都不许我乱碰。女人，电子产品少看。女人，不要乱动，我抱你下去。女人，我来削水果。君傲天不停在我耳边念叨着女人，听了我的耳朵都免疫了，竟然觉得还挺顺耳。我觉得我被同化了。虽然我这个16精并没有他想的那么脆弱，只是希望我崽儿不要遗传他爹这个不好的习惯，不然到时候1个2个在我耳边天天喊女人，这场面我可受不了。女人，你说该给我们的孩子起什么名字？君霸业怎么样？不行，不够霸气。君玉天也不行，不符合我崽的气质。那要是女孩呢？我忍不住出口询问。他这起的都是什么名字啊？难听死了。要是女孩，我一定给她取世界上最好听的名字。我心底微微动容了几分，或许女儿的名字她会有不一样的想法，就叫如花怎么样？君如花，如花似玉，真是个好名字。君傲天自信满满的报出了他起的名字。我就不该抱有什么幻想，君如花还不如君似玉呢。不得不说，君傲天在起名字一事上非常有耐心，之后又起了一系列的名字，不过都被我一一否定，因为他起的实在是太难听了。最终恩人不得不出马，重新起了个名君景天。
只是女儿的名，他铁了心要用君如花。君如花怎么了？我君傲天的女儿就要像花一样漂亮。他据理力争，一副不肯屈服的模样。我摸了摸已经显怀的孕肚，默默叹息。也不知道我咋有这样一个父亲，不知道作何感想。1个月、2个月过去了，我的肚子越来越大，看得君傲天心惊胆战。女人，我们的崽不会吃了什么添加剂了吧？这才3个月，怎么长那么快？君傲天蹲在我身旁，时不时摸摸我的肚子，时不时在那嘀咕。笨！我狠狠敲了一下他的脑门。我怀的是3胞胎，3胞胎肚子肯定大了。只是作为一个16经，才怀了3个孩子，真是太丢祖宗的脸了。我觉得我以后都没脸回去了，族中的姐妹也肯定会嘲笑我。三个，君傲天显然呆住，他这表情实在是太呆太傻了。我忍不住向他指了指孕肚，这有一个，那有一个，这里是最后一个。作为母体，我能清晰地感受到孩子们很健康。君傲天的表情彻底傻了，我不禁有些担忧，难道他被刺激到了？可是我们16经本来就是多子多福的呀，这有什么可惊讶的？没见过世面的家伙，哈哈哈哈！我君傲天居然要当3个孩子的爸爸了，我可真厉害！君傲天兴奋地直接蹦了起来，然后不停亲我，口水都呼了我一脸。我嫌恶的一把把他推开，默默抚摸着肚子。他厉害，那是我厉害。要是没有我，他能有那么多子嗣？他还得感谢恩人，要不是恩人当初救了我的命，我也不会阴差阳错的报错恩。不过这也算得上是弄巧成拙了吧。反正生了孩子我就走了。我的肚子里越来越大，8个多月的时候，君傲天越来越心浮气躁，但外面的石榴花开得格外鲜艳，格外的红。他整天盯着我的肚子看，盯着我的烦。你整天看，崽儿现在也不会蹦出来的。我就是紧张，见君傲天这样说，我不由得疑惑地看了他一眼。他紧张？生孩子的是我又不是他，他紧张个毛线？而且我可是16经，生孩子这种事最擅长了。他这样莫非在质疑我的能力？这可不能忍！我最擅长的就是生孩子，区3个孩子不在话下。君傲天听完更害怕了，心疼的一把将我搂入怀中。女人，早知道我就不要孩子了，害你吃了那么多苦，除了第1个月吐得昏天黑地，后几个月我过得很安生。毕竟我们16经和人类终究还是不一样的。我拍了拍他的肩膀，想安慰安慰他，却无从开口，因为我不能告诉他我是个16经。待产的日子我过得很悠闲，整天吃吃喝喝，反倒是恩人和君傲天都是一副担忧模样。就这样在医院待了3天，算算时间，我也该歇火了。于是我拍了拍肚子，崽呀，你们也该出来了。当天晚上不到1个小时，我就生出了3个崽，2个男孩，1个女孩，都白白嫩嫩的，肌肤白里透红。多亏了我16族的优良基因，而医院周围的石榴花也开得格外红。休息了几个小时后，我就开始活蹦乱跳，一副不像生产过后的模样。女人，你慢点，总是让我为你担心。生完娃，君傲天不放心我，硬是让我在病床上待着，我哪里愿意？况且我马上就走了。君傲天，孩子生了，恩人的恩也报完了，我也该走了。我一脸平静地对君傲天说出这个事实，他满眼错愕，似乎不敢相信我居然会说出这样的话。女人，你在说什么胡话？他上前想拉我的手，却被我躲开了。我来就是为了报恩，想给恩人生孩子，不过阴差阳错变成了你。现在我报完恩了，也是时候该离开了。说实话，在我怀孕的这段时间里，君傲天对我挺好的，但人经殊途，我怎么忍心耽误他呢？等回去之后，我要立马先找10个帅哥来洗洗我的耳朵。我可不想以后梦里都是他女人的叫我。女人，你居然要离开我！我君傲天哪里配不上你？君傲天仿佛受了打击一般，痛心疾首地盯着我。天下无不散的宴席，这不是配不配得上的问题。我故作高深地回了一句，且不说我的寿命有多长，就算我和他在一起，终究还是要分离的。长痛不如短痛，还不如就此斩断联系，不相见的好。女人，你竟如此狠心，连我们的孩子都不要了吗？君傲天眼尾发红，指着保温箱里的3个孩子，委屈地控诉着我。提到孩子，我的心软了几分。他们毕竟是我生下来的，哪有母亲不爱自己的孩子？只是我是来报恩的，我不想也不能和他在一起。君傲天，恩人已经起了景天这个名字，那我们的2儿子就叫景成吧。君如花不好听，女儿叫君似玉吧。我绞尽脑汁才想出了景成这个名字。至于女儿，希望她能被她不靠谱的爹如朱似玉的宠着吧。还有，我叫丹若，丹若是16的别名，亦是我的名字。我轻轻踮起脚尖，在他嘴边落下一吻，然后彻底消失不见。也不知道他知道我是妖精后会作何感受。罢了，这也不是我该关心的事情了。我在外面疯狂快活了几十年，许多姐妹都说我没心没肺，这么多年也不去看他们一眼。但他们又哪里知道，我每年都会偷偷摸摸去君家。君傲天将3个孩子养得很好，我也没什么不放心的。毕竟我比君傲天还不靠谱，还不如自己去逍遥快活呢。虽然每次我去他公司
总是能听见他悠悠的叹息声。该死，让王家破产吧！天凉了，季家也该破产了。偶尔也能听见他对我的埋怨之词。该死的女人，留下我们孤儿寡妇几个，好狠的心。女人，我想你了，你居然也不回来看我们一眼。我听着他在那自言自语，忍不住叹了口气。这么多年，他还是一点没变，只是人类的寿命总是如此短暂。在我又快活了10几年后，君傲天却突然撑不下去了。那是我第2次重新出现在君家。人早就已经不在了，3个孩子也都已经长大成人，女儿像我，儿子像他。他也两鬓斑白，苍老不似从前，与活泼鲜艳的我形成了鲜明对比。孩子们见到我并不惊讶，只是将房间留给了我。君傲天坐在阳台上，腿上盖着一条薄毯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外面的石榴树。那是恩人栽种下的石榴树，也是我曾经的家。我脚步放得很轻，却还是被他听见了。女人，你终于肯来见我了。他没有转头，只是出神地盯着外面的石榴花。我来了。见他这副模样，我心里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，像是人类所说的难过。可是妖精也会难过吗？我不懂。孩子们你也见到了吧？他继续问。我点点头。你把他们养得很好，而且他们兄妹3人也都各自成家了，子嗣昌盛，挺好的。是啊，他低喃了一句，却始终没有转过头来。房间顿时陷入一片沉寂。他不开口说话，我也没有回答，就站在他身后，静静地望着外面那棵石榴树。你走吧，能再见你一面，我已经很满足了。君傲天的声音愈发虚弱，我知道他大限将至，即将离开人世。可是寿命很长的我并没有经历过生离死别，并不知道该做些什么，只是傻傻地站着。不知什么时候，外面那棵石榴树不停往下掉落石榴花，铺满了一地红，美得惊人。石榴花开了，真漂亮啊！他怅然地盯着那满地石榴花，终是慢慢地合上眼睛。丹若，我的心猛地悸动了一下，顺着他的方向望了过去。真漂亮啊！可是这幅景象他永远都见不到了。临死前，他没有转身看我一眼。我想，他大抵是觉得那副苍老容颜会吓到我吧。君傲天的葬礼办得极其简单，只邀请了君家亲近的人来参加。他没有结婚，按理说墓碑应该迁进君家墓园。只是他在临死前特地要求将他的骨灰埋在那棵石榴树下。景天照做了，连同他的墓碑一起放在了石榴树下。我又重新去了那棵石榴树下。一场小雨下过，空气有些潮湿，石榴花散落满地，有几朵飘到了他的墓碑上，格外鲜艳。原来石榴花竟然是那么的红啊！我在心里忍不住想，向来不会痛的心脏此刻却密密麻麻泛起了痛雨色，席卷我的全身。冰凉的液体从眼底溢出，顺着脸颊滚落。我忍不住伸出手碰了碰，是眼泪。我愣住了，原来妖精竟然是会流泪的吗？视线渐渐变得模糊，眼前的墓碑不知何时从1座变成2座，紧紧挨着，仿佛永远不会分离。我顿住，墓碑上的字迹清晰地映入眼帘：爱妻苏丹若之墓，1998年4月3日至2024年5月15日夫君傲天之墓，1993年7月19日至2054年5月15日。泪水渐渐模糊我的视线，我蹲下身，轻轻抚过爱妻2字，忽然顿悟，原来我早就死了呀！死在了君傲天之前，死在了生产当天，死在了石榴花盛开的季节。他一直撑到了我死后的30年，才闭上眼睛寻我来了。我出生在石榴花盛开的季节，妈妈便给我取名丹若，我也因此格外偏爱石榴花。君傲天是我的邻家哥哥，我们自小感情深厚，有着青梅竹马的情谊。长大后便顺其自然步入了婚姻殿堂。我们婚后恩爱，结婚3年才有了孩子。只是确诊3胞胎后，他一度不放心，想让我减胎。那时候我怎么说的呢？我觉得肯定是石榴花带了好运，一下子让我们有了3个宝宝。是啊，石榴有多子多福的寓意。它既是我的幸，又是我的不幸，但我不后悔。我与他的孩子会是我生命的延续，会代替我陪伴他。其实那棵石榴树是我与他从小一起种下的，他们一起为他浇水施肥，见证了他的成长，他也见证了我们的爱情。只是我死后，给他浇水施肥的就只有他一个人了。几十年间，我一直待在石榴树上，仿佛变成了他，日日夜夜陪伴着他。见他静坐闲庭，独望流树，只身寂寥。只是30年的孤独，他还是撑不下去了。石榴花还在不停地落，看起来非常漂亮。你瞧，石榴花开了呀！我起身接住掉落的一朵石榴花，朝着他的墓碑笑了笑，身体随后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此隔30载，我们再相逢。君傲天宇，我与我妻2020年登记结婚，2023年确诊有孕，2024年他长辞于世，2054年我与我妻葬于一地。我万般有幸与我妻度过20几载无忧无虑的日子，今生今世幸有他作陪，盼来生与我妻再续前缘。
庭有16树，吾与吾妻幼时所植，今已亭亭如盖矣。